完了完了，轮胎扁了，刚到加油站，轮胎扁了。开着中国蓝牌车在俄罗斯自驾穿越尸骨之路，它也是一条危险的极寒公路。我竟然在路上不受控制的掉下了眼泪。零下40多度这样的环境中停了一晚，车就像在一个超大的冰柜里面停了一晚，透过屏幕的是不是都能感受到刺骨的寒冷？早上准备继续出发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措手不及。完了完了，轮胎扁了，刚到加油站，轮胎扁了，我们才开了大概100米，这轮胎已经扁了。原本今天打算早起赶路11个小时，晚上到达奥伊米亚康，然而这扁扁的轮胎让今天的计划成为泡影，我的心情随之跌入谷底。心情在此刻是最不重要的东西，找到一家汽修店才是关键。在人生地不熟的俄罗斯小镇上，最快的方式就是去问当地人。我求助的第一个人是加油站大叔，他给我指了方向，并且细心地在地图上帮我标注好位置。我开车过去后发现这家店还没有开门，在寒冷的室外看不见路人，我只能回到加油站继续求助。帮我的第二个人是加油站的收银员，他得知我的困难后立即说：“你等我，我穿好衣服带你过去。”也不知是怎么了，在这一瞬间眼泪有点不受控制。我不是一个脆弱的人，但却永远会被真诚善良感动。收银员女孩还没忙完手里的工作，加油站里的另一位小伙子已经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我知道位置，我开车带你去。”于是我们跟着司机小哥很快地找到了修理店。来了这边之后，真的到处遇到都是帮助我们的人。 Thank you， 这小哥太好了。谁知修车过程也是一波三折。这修车店的工具不太齐全啊，这个套筒没有我们这个尺寸的，我们是22的，结果他那22没有。但是幸好我们车上有啊，我们车上很多东西都带着有。手把有一点松动吗？哎呀，哎哦嚯，完犊子了，那工具乱了。但新问题又出来了，套筒套进去了之后转不动，太紧了，所以我们还得再去另外的店借工具的店再试一下。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修理铺，这老板直接带我们过来借工具。动了吧？哦，太好了！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放心了。在火旁边烤一下，让它能够变软一点。开始行驶时会释放边缘周围的空气。其实我们的轮胎没有出现任何问题，也没有钉子扎到里面，是因为这个温度太低的时候，轮胎会变得很硬。停了一夜之后又开始启动，轮胎跟轮毂的结合的地方它就会漏气。现在在轮毂上刷的这种就是一种密封胶。这样刷了胶之后呢，即使在极寒温度下，轮胎变得非常的硬，但是它也不会容易泄气儿。终于处理好了，不再是瘸子了。总算车已恢复正常，但此刻的心情已经全然不同。这个冰天雪地里面遇到的人真的都太好了，我们找的每一个人都是抱着一个就是让他告诉我一个地方，然后我自己找去的这种心理，但是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恨不得能带着我们去。来到这儿之后，虽然天气真的非常非常冷，但这边的人真的非常温暖。我没有吃什么东西，感觉整个人超级无敌的憔悴。本来想着是今天还有500公里，开11个小时，一口气今天晚上开到那儿。结果好了，欲速则不达，欲速则不达，这句话真的很正确啊。就慢慢开吧。欲速则不达，中国的老话令人醍醐灌顶。相比最终的目的地，过程永远是更重要的收获。就如同人生，我们都会走到相同的最终目的地，但过好人生的每一日才是意义。回到加油站，向帮助我的人一一道谢，然后出发，继续穿越尸骨之路。这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、最特殊的春节吧。俄罗斯尸骨之路到底是一条多么恐怖的公路？目前我正在自驾穿越冬季的尸骨之路，仅仅在第一天我就亲眼目睹3起车祸，前提是路上往来车辆并不多。我看到路边有一辆车直接冲到雪里头了，那个是一辆小车，那个车尾都已经翘起来了。我才发现这个车是个油罐车，然后从这个地方给呲溜滑过来的。这个车也摔了，这个车应该是刚刚弄起来的。初看上去这路况似乎并不是太差，但如果你但凡有一点点的大意，可能就会有去无回。
不管是两边还是中间，这个路面都是非常非常滑的。这些大车都是有非常丰富的尸骨之路的路段驾驶经验的，但是他们还是有的时候很难避免发生意外。这条路穿越了俄罗斯乃至整个地球的极寒地区，世界上最寒冷的城市雅库茨克就是尸骨之路的起点。最低温到达零下71度的地球寒极奥伊米亚康也在尸骨之路路线范围之内。明天还有500公里才到奥伊米亚康，地图上显示要行驶11个小时，就能知道这个接下来的路况。修建于永久冻土层上的路面，全年有6个月以上都被积雪覆盖，半年不化的雪在路面上被碾压成厚实光滑的雪壳，稍不注意，方向打猛了，刹车踩重了，汽车就会冲出路面。尸骨之路的危险还在于这一路上极致的荒凉，沿途村镇之间间隔极远，在长达几百公里的无人区里行驶是常态，车少无人没信号，考验着你对孤独寂寞的耐受力。如果你在无人区的折磨下意志还算坚挺，那么能欣赏到白雪、山林、光线不同组合之下种种姿态的风景。纯净无瑕的景色之下掩藏着冷酷无情的历史，仅仅是尸骨之路这个名字就透着刺骨的寒意。这条路总共也就1800多公里，但是修了20多年。当年就是调配了很多的政治犯来这边修路，相当于是流放在这儿吧。因为温度太冷，所以一批一批的人来了之后不见出去的。据说有20多万修路工人直接冻死在这条路的修路过程中，他们的尸骨就直接埋藏在道路的两边。每当夏天来的时候，你走在这条路上，有可能会在路边看到白骨。所以说这条路会被叫做尸骨之路。所以人呢，你挑战不了极寒，终究只能适应极寒，度过极寒。但我也在这条尸骨之路上见到了久违的火热的纯粹的人性之善。怎么样？有货车过来帮他了是吧？对，货车应该动力还大一些。好的。货车一拉就给他拉上来了。路过的一辆大卡车直接给他拖出来了，3下2下就出来了。我以为他们会再寒暄几句啊，其实并没有。那两辆车其实互相并不认识，把小车拉起来了之后，那辆卡车马上就已经走了。在尸骨之路上啊，各种车遇到了麻烦是非常常见的，车辆跟车辆之间的互相帮助也是非常普遍的。别人在有困难的时候，我愿意去帮助别人，然后我困难的时候也会有人来帮助我。这是路上的司机们无需多言的默契，也是尸骨之路的精神。有人问你干嘛要冬天去自驾尸骨之路？那么寒冷，那么危险，图什么呢？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极寒有多冷，炽热有多热，用车轮与脚步走过这一趟，我这虽平凡渺小的人生，却也会更韧更强。